好，又到了母狮流美食深入报道的时候了。我们来看第一个，飞机餐为什么总是负评？这个很值得深入检讨，不要说检讨，探讨，又不是我们做的飞机餐，对不对？大家有没有觉得飞机餐吃起来，它就是不理想？明明看起来很重口味，吃起来却不知道哪里不对。德国航空委托知名的科学机构研究发现，飞机在3万英尺的高度巡航飞行的时候，空气经过过滤之后的湿度大概只有12%。我们的鼻腔在这样的湿度下，差不多经过1个多小时之后，我们的嗅觉和味觉就会被改变。有这种事？咸味跟甜度和味觉也会下降。咸味的感觉甚至会降低20%。再加上飞机上固定的80分贝引擎噪音持续1个小时以上，就对人的心理会产生很大的压力，也会降低对食物味道鲜度的敏锐度。不过科学家们也发现，在这样的环境下，酸跟辣的感觉似乎不太受到影响。所以专家建议，如果想提升飞机上的饮食体验，最好选择酸辣口味的食物。编辑部评论：随身带一包香辣粉，所有的飞机餐都会变美味。好不好？你这搞制度了，实在是。没有，我们放这边好了，好不好？但我说真，你吃了这么多飞机餐，你有这个感觉？一派胡言。对啊，没有啦，因为我觉得啦，飞机餐呢，它其实都是这样，它其实都是在飞机上面加热哦，所以它很多时候我们讲这样好了，你如果说你飞机餐设计的不够好的话，你在加热之后饭可能就太干，对不对？然后肉会太干，因为它毕竟它是你知道是在加热的。那飞机餐对我来说有一个比较大的大忌啦，我在飞机餐上面我没有吃过好吃的面食啦，因为面本来就这样子嘛，你煮了没有马上吃，那你再加热，差不多就是那个样子。你说当然意大利面也可以，但它会吃到那种什么面心啊、蛋的，不可能啦。我有没有吃过好吃的？我有吃过好吃的。哦，我可以讲航空公司吗？当然可以啊。我觉得星宇还不错，长荣跟华航也进步不少。我跟你说，我目前我不是崇洋媚外，我目前吃过最好的，但那个时候啦，10几年前但现在大家都进步了。但食物的吃的习惯所呈现出来食物这个料理的形式，它适不适合飞机上面吃，这个很重要，对不对？有一道菜就是我当时在飞机上面吃，我觉得哇，它太适合飞机餐，我在想都流口水，对不对？它叫什么？你觉得什么？钱。你觉得什么？你也常出国的。我说的这个饭是什么饭？吃饭。不是。他什么都吃啊。也是啦。那你呢？你飞机餐你最喜欢吃？我吃过，我觉得非常好的是土耳其航空的欧姆蛋。哦。那我现在讲完这个时候，欧姆蛋就会排到后面去了。还有一个，bibimbap。嘿。我跟你讲，韩国的那个bibimbap，我跟你说哦。它尤其它又怎么样？它那个bibimbap就是拌饭，韩式拌饭。它拌饭就算了哦，它那个香油还分开，再把它挤上去，那个辣椒酱也挤上去，然后再开始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因为韩国这样的饮食习惯，所以它当然这个很适合。好，如果说以中餐，我个人觉得菜饭可能是个不错的，对不对？因为菜饭本来就这样，它不太在乎，因为菜饭本来就是加热冷这样就没有差，所以菜饭可能是个不错的决定。我觉得啦，现在跟以前已经进步很多很多了，而且现在开始很多的航空公司已经开始跟很多的，比如说知名的餐厅啦，或者知名的厨师啊，做一些不同的交流配合，所以它会越来越好。法国夺回失去5年之久的世界纪录，这纪录呢可能只有法国人重视哦，就是世界最长法棍的纪录。上一个已经保存了5年的纪录，是由意大利北部科莫的一群面包师傅创下长达133公尺的法棍。今年，在法国巴黎西边的小镇叙雷纳，18位面包师傅，他们在凌晨3点多左右开始揉面团，制作重达152公斤的法棍，然后将其放入特制缓慢移动的轮式帐篷烤箱中烘烤，最后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最长法棍，长达143公尺53公分。比之前多了10公尺，最后获得金氏世界纪录证书后，长达143.53公尺的法棍，一部分被切下来分发给有兴趣的围观者，而其余的部分分发给无家可归者。世界纪录这件事情，说真的是蛮有趣的，每个人都希望可以留下这个世界纪录，但这个世界纪录，但我觉得最好的、最棒的地方是，有的是现场围观的，但他其他都是分发给一些无家可归或是需要帮助的人，我觉得这是很好的。
我应该想一想你觉得什么东西，但对不对？我觉得这种东西其实都很有观光价值啊。就他们做了这个之后，这个点就变成世界最长法度的一个小镇。对啊，这个可以大家讨论看看的。如果说大家有看到这一则，对不对？你可以发挥这个想象力，就好比我们刚刚有提到，吉尼斯世界纪录人他需要花到100多万钱，然后需要这个把他们团队来这边，然后来计算，对不对？那如果说台湾现在正是属于我们需要发展观光，或者你那个小镇，你们可以做些什么样，比如最大的饺子啊，或干嘛，哎，这个我们就可以试试看，因为可能这样回馈回来的经济效益是相当高的。这款面被紧急召回，这个面你有吃过吗？韩国三养的火辣鸡肉面，在台湾很多人喜欢，有正常辣、2倍辣、3倍辣可以选择。我告诉你，它在丹麦既然全部都有可能被下架，并不是它有任何食品安全的问题，是因为太辣。这麦会不会爆？这款面标榜的就是史高维尔辣度单位高达4400 SHU。这款面每包的辣椒数已经含量如此之高，有发生急性中风的风险。建议消费者如果已经购买这个面，请勿食用或退回购买的商品。丹麦在英国网友在评论区留言说，他有个丹麦朋友，只是在炸虾上面撒一点白胡椒就觉得太辣了啊。所以这款面在丹麦认为有毒是很合理的。韩国的三洋公司表示，我们会仔细研究丹麦的当地法规，然后再做回应。到底这款面是不是真的那么辣呢？还是丹麦人不能吃辣嘞？哎呦，我就来试试，是不是？对，就是被丹麦同行下架的面。这是有2倍、3倍，这是哪？这是2倍的。 2倍的。真的很辣，你有吃过吗？你有吃过辣鸡？哦，辣死我了。对啊，那很辣。我女儿以前不吃辣，后来回来变很会吃辣。我说你咋没去年她吃辣鸡面？哦，这边有一个史高维尔辣度的单位4000是大概在哈拉皮纽辣。有那个哈拉皮诺真的很辣啊、我的大姑姑的以前的公公啊，他很喜欢吃辣椒香肉，他每次都用糯米椒。他有一次我不知道什么原因，他用的那个哈拉皮诺墨西哥辣椒。对啊，啊是吗？我没有这样吗？我没有这样的，我只是这样而已。对啊，他们哪根筋不对？我这样子而已啦。对啊，哎，他用那哈拉皮诺，我不知道哎。我就拿起来，我想塞进去吃，我想很辣，我就直接给它吞下去就好了。我真的不夸张，我吃下去，我喝了2瓶矿泉水。我不是这边，我身体是可以承受，可是我嘴巴受不了。你辣到你含冰块就不辣的，你冰块一吐掉就开始辣。对，然后我讲完，我现在要吃这个。小口一点，还好，不要吃太大。你吃一小口就好，那这真的很辣。咬一口这样。小口不要吃太大。先把自己当成丹麦人。丹麦话都还不会讲。他们的语言都。它的辣哦，是一开始进去有点甜甜的这样，然后突然一瞬间，刚，这样差不多是这个意思。这个看起来就很像意大利面，不知道以为是番茄。然后你们就大这一口下去，哦，直接就哔啵，有没有？就直接送医院。哎，你可能吃辣吗？你有吃过这个吗？小鸡面。就是一般辣，一般哦辣。，来，你吃一个。你吃那个酱就好，你不要吃面。吃辣是一个，人家说吃辣可以训练的，但我必须讲，对，吃辣是可以训练没有错啦，啊，但是也真的就是适量。有时候我看到一些网络上面这样，哇，整个一直吃，然后喝汤吸这样，我想到后来你承受不了的啦。晚上12点过后不准卖冰淇淋跟披萨。根据欧洲新闻 Europe News 的报道，意大利米兰市正在提一项新法律，禁止在午后贩卖冰淇淋，以保护居民的安宁与健康。干嘛冰淇淋要什么？它沿路叫卖吗？他们是一堆人会半夜然后在那边吃冰淇淋，然后聊天这样。意大利人你也知道。哦，而且意大利的聊天它不是就是讲它嘎妈妈咪呀，类似这样是吧？妈妈咪呀，很大声。就完全很激动。对。该提案是平日凌晨12点半，以及周末跟国定假日的凌晨1点之后禁止所有外卖食物，包括披萨、意大利冰淇淋、gelato，还有饮料。所有这些都是为了遏止这些街上拥挤的喧闹人群，让当地的居民难以入睡。该市地方政府已经提交立法，启动文件了。如果获得通过，新法律可能在下个月生效，并持续到11月。
但这个报道，那这个导致当地供应商对此感到非常不高兴，因为他们希望在夜深出售冰淇淋，这是意大利文化的一部分。我们编辑部的评论，这不就像台湾规定在便利商店只能营业到12点，是真的不行。没有，很多的便利商店门口是可以聚众的，那个就真的会吵，就真的会吵啊，对不对？就像开山打有些开山。对啊，但其实它这个就是因为这个应该只是米兰市的一些部分的地方是闹区。我就记得那时候就是我的阿嬷那时候还在的时候，她有一次她跟我在温哥华，她跟我说他们要去美西会经过温哥华，然后我就去到那个饭店，他们还没到，我先到了，开车离温哥华去开大概快40分钟吧，然后开车这边停在那边，安静的一个拉比有没有？我就拿个书在那边看书，看说什么声音？然后就看讲一堆，我说不会是他们这一团吧？我就这样看，哇，这就是他们那团，对不对？但因为团员多，有时候在聊天，有些后来又熟了，就讲话可能就打起来。那总是不管你是不是观光客，或者你爱吃冰淇淋或披萨，晚上夜深了，这种不要扰人清梦，麻烦小声一点点。这个母士流深度美食报道，严格说来正经的只有第一个，面被召回觉得夸张，法国夺回来5年之久的世界纪录你就不用那么在意了法棍就叫法棍，就是法国的面包，是不是进世界纪录其实不重要，因为它就是你们家的东西，对不对？不用太在意，对不对？在意大利米兰过了12点不准卖冰淇淋跟披萨，你是要他们活不下去吗？怎么可能？对不对？冰淇淋跟披萨，冰淇淋就算了，但吉拉多也是好吃啊，披萨更不可能，好不好？我们今天的这个母士流深度美食报道，震惊的只有这一个，飞机餐为什么总是不平？大家有什么意见？有什么想法？或者是你觉得台湾在金氏世界纪录可以做什么？麻烦留言给我们，拜拜。